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糖尿病为什么越来越常见。我们常听说糖尿病名字里就有个糖字，许多人理所当然的以为糖尿病就是糖吃多了引起的病，所以不少人控制血糖第一反应就是戒糖，不吃甜食。然而资深医生却坦言，糖尿病高发不一定是因为吃糖太多，真正藏在幕后的黑手可能让你大吃一惊。它们不是糖果蛋糕，而是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调味品。今天就带大家深入揭秘这个养生真相，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更要注意，有4种常用调味品最好少吃，因为它们才是血糖升高的隐形推手。首先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个背景，糖尿病真的越来越多了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随着现代生活方式改变，糖尿病已成为全球范围日益严重的健康问题。在我们国家，糖尿病的增长尤其明显。1980年时，我国的成人糖尿病患病率不到 1%， 属于极少见的疾病。但近几十年来，情况急转直下。据统计，2023年我国的糖尿病患者总数已经超过1亿2500万人，约每10个成年人就有1个是糖尿病患者。而预计到2024年，这个数字还将进一步上升到约1亿2700多万人。短短几十年，糖尿病从罕见病变成了常见病，增长之快令人触目惊心。放眼全球，也是类似的趋势。全世界糖尿病患者人数从20世纪80年代的1亿出头，飙升到如今的5亿多人。为什么短时间内糖尿病会如此大幅增加？这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呢？很多人第一直觉会怪糖，毕竟糖尿病顾名思义，大家会觉得肯定是吃糖太多导致的。的确，糖尿病和吃糖有一定关系。如果我们日常摄入过多精致糖分，超出了身体所需，那血糖水准就容易持续偏高，长期下来会增加胰岛素负担，患上2型糖尿病的风险也会上升。所以，管住嘴，不暴饮暴食，不摄入过量甜食，对预防糖尿病确实有帮助。然而，我们不能把责任全都推给糖。糖尿病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除了糖这一因素，还涉及生活方式、遗传基因、年龄、肥胖程度、活动量等等。也就是说，吃了太多糖只是其中一个诱因，还有许多帮凶在助纣为虐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如今社会节奏快，工作压力大，许多人缺乏运动，3餐不定时，作息不健康，这些都给糖尿病可乘之机。长期高热量、高脂肪饮食会导致体重增加，出现肥胖。肥胖会让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，称为胰岛素抵抗，这是诱发2型糖尿病的关键因素之一。另外，现代人爱熬夜，睡眠不足也会干扰内分泌，影响胰岛素的正常分泌功能。还有一点不容忽视，人口老龄化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胰脏功能逐渐减退，所以老年人更容易罹患糖尿病。统计显示，我国60岁以上的人群中，糖尿病的患病率远高于年轻族群，几乎每4、5个老年人就有1位是糖尿病患者。可见，寿命延长和生活方式改变一起，导致了当今糖尿病的日益普遍。了解了以上背景，我们再回到开头提出的疑问，糖尿病高发真的是糖害的吗？其实，刚刚已经说到，吃糖多是危险因素之一，但并不是全部。很多人非常谨慎地控制甜食，以为不吃糖就高枕无忧，可最后还是中招了。为什么呢？原因就在于饮食中的隐形危机。除了我们看得见的糖，其实日常饮食里还潜藏着许多隐形糖、隐形盐、隐形脂肪，而这些隐形的东西往往就藏在各种美味的调味品中，不知不觉间，它们可能让我们摄入过多糖分、盐分和热量，长期下来诱发肥胖、高血压，进而推高了糖尿病风险。你可能会想，我平时很少吃甜食，为什么血糖还是高？其实很多不爱吃甜的人，反而爱吃重口味的东西，比如炒菜时调味浓重，口味偏咸偏香。这些重口味背后，往往意味着大量调味料的使用。各位中老年朋友回想一下，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是不是越来越多样的酱料在占据？做菜时，酱油、蚝油一勺勺放，吃面时来点辣椒酱，早餐配个腐乳或者芝麻酱，小吃里还有甜面酱、花生酱等等。不知不觉，
一日三餐中各种调味品加起来含的糖含盐可真不少，这些都是隐形的糖含盐，容易被忽视。也就是说，糖尿病越来越多，与我们日常摄入的调味品有很大关系。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看，有哪4种常见调味品最容易成为糖尿病的隐形杀手。建议大家平时一定要少吃，慎吃它们。尤其糖尿病患者和有血糖偏高风险的人群要提高警惕。首先，蚝油。蚝油可以说是很多家庭厨房里的提鲜法宝。一盘清淡的青菜，只要淋上几勺蚝油，就变得咸香可口，让人食欲大开。蚝油原本是用牡蛎熬煮浓缩而成的汁液，天然含有丰富的鲜味和营养。例如牡蛎含锌高，缺锌的人吃点蚝油本来有益。但是现代工厂生产的蚝油，为了风味，更会额外加入大量的食盐、糖和淀粉调制。您买回来的瓶装蚝油之所以那么鲜甜顺口，其实里头隐藏了可观的糖分。打开配料表就能看到成分中含糖。一般来说，每100克蚝油中就可能含有10几克甚至数十克的糖。一大勺蚝油下肚，相当于吃进不少糖。而且蚝油的钠含量也不低，因为加了很多盐来提味。一勺蚝油往往含有数百毫克的钠离子，接近半茶匙盐的含钠量。对糖尿病患者而言，高盐饮食会带来血压升高，加重心血管负担的风险。而糖尿病人本来就需要防控心血管疾病，所以更不宜多吃太咸的调味料。更何况盐吃多了还会影响血糖控制。科学研究发现，高盐摄入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加重，对血糖代谢不利。因此，蚝油虽好吃，对糖友和预防糖尿病的人来说却是个陷阱。它在提升美味的同时，也在无形中提升着您的血糖和血压。建议日常做菜时减少蚝油用量，能不用就不用。如果一定要用，也尽量在出锅前淋1小勺调味即可，不要大勺大勺地放。另外，市面上有些号称无糖蚝油或减盐蚝油的产品，可以选择相对健康的版本，但也不能放肆的多吃哦。第二，番茄酱。番茄酱是许多人厨房中的百搭酱料，特别是在年轻一辈和接触西式饮食的人群中常见。它酸酸甜甜的口感，搭薯条、抹面包、调制糖醋汁都很好用。番茄本身是营养丰富的蔬果，含茄红素和维生素 C， 有抗氧化和预防前列腺疾病等好处。不过各位千万别把番茄和番茄酱混为一谈，新鲜番茄很健康，番茄酱却未必。工厂在制造番茄酱时，往往经过浓缩和多重加工，关键是会额外添加大量糖和盐来调味。您买回来的番茄酱之所以酸甜可口，久放不坏，就是因为其中糖和盐含量惊人。一瓶普通番茄酱，糖含量可能高达 15% 到 20%。换句话说，每5克番茄酱就有将近1克是糖。有人喜欢挤一大坨番茄酱拌面，就着薯条吃，那么几口下肚，糖也吃进去了好几勺。另外，番茄酱钠含量也不低，一餐下来盐分摄入不少，这对需要控糖的人来讲非常不利。许多中老年人自己不太吃番茄酱，但家里的孩子、孙子爱吃，做饭时顺手也加了些一起吃，长期下来也可能影响血糖。还有的朋友做糖醋鱼、糖醋排骨图省事，直接挤番茄酱代替传统熬酱汁，味道是不错，可这等于往菜里投放了隐形的高糖炸弹。糖尿病患者应该尽量避免食用番茄酱，如果实在嘴馋想蘸点，量一定要少。另外，现在有无糖番茄酱，用代糖调味，可选，但需要注意一些无糖酱可能加入了甜味剂。待会我们会说到甜味剂的问题，也不能完全放心大吃。第三，腐乳酱。提到腐乳，许多中老年朋友会心一笑，白粥配一块腐乳，那是传统的美味早餐啊。没错，腐乳、豆腐乳是中国人传统发明的发酵豆制品，方方的一小块，气味独特，滋味浓郁，被称为东方起司。不少老一辈对腐乳情有独钟，每天早上来一块，就着馒头或稀饭，特别下饭。然而，腐乳其实非常咸，非常刺激。它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腌制和发酵2大步骤。为了让豆腐在发酵时不腐败，得拼命往里头加盐防腐，
所以腐乳含盐量极高。有检测显示，每100克腐乳含盐接近10克之多。换算下，一小块10克重的腐乳就含有200-300毫克的钠，相当于 0.75 克食盐。有些重口味的品种盐更多，一块甚至高达700-800毫克钠。如此咸的东西，健康人都不宜多吃，更何况糖尿病患者。糖尿病常和高血压、高血脂等问题形影不离。高盐的腐乳会让血压血脂控制更困难，还增加肾脏负担。除了盐，腐乳发酵后还产生一些刺激性物质，所以味道特别冲。很多糖尿病人消化系统比较脆弱，大量吃腐乳可能引起肠胃不适，诱发胃酸、胃胀等问题。不仅如此，腐乳通常会和辣椒、香料一起制成各种腐乳酱，比如辣味腐乳、酒糟腐乳等，里头还额外加油加糖调味，热量也窜了上去。可见腐乳酱真是小小一块，盐多油多，对血糖控制极为不利。医生强调，糖尿病患者应当对腐乳敬而远之，最多偶尔点缀1-2小块解馋，但绝不能天天吃、顿顿吃。至于健康人想预防糖尿病、高血压，也应该少吃这类咸菜类调味品。早餐想佐点味道，完全可以用新鲜蔬菜或清淡的小菜代替，高盐的腐乳还是免了吧。第四，芝麻酱，这是一种很多人都爱的调味品。无论北方人喜欢的麻酱面，还是火锅必备的蘸酱，或者制作凉拌菜和芝麻酱饼，芝麻酱总能增色不少。芝麻是好东西，富含优质油脂和维生素 E、钙质等营养，用芝麻磨成的酱香气浓郁，又有一定营养价值，所以不少朋友把芝麻酱当作健康调味料，觉得比那些工业酱油啊、辣酱啊要强。然而，芝麻酱最大的问题在于热量极高，脂肪极高。有句俗话说，芝麻开门，可是一罐芝麻酱打开的是热量之门。每100克纯芝麻酱热量高达600多大卡，这是个什么概念？要知道一碗白米饭的100克热量才100多大卡而已。换句话说，一勺芝麻酱抵得上半碗饭的热量。芝麻本身属于富含油脂的坚果种子，磨成酱后浓缩了油脂，所以脂肪含量超过一半。糖尿病患者往往同时伴有肥胖、脂肪肝或高血脂等代谢问题，摄入过多芝麻酱这种高脂肪调味料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特别是有的人很喜欢那种香浓的口感，一不小心就舀上2大匙芝麻酱拌面，面条还没吃饱，酱到吃进了几百大卡，这对需要控制体重和血脂的糖友来说非常不利，也会间接影响血糖稳定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说糖尿病人一口芝麻酱都不能碰，如果您实在嘴馋，可以少量尝鲜，比如用汤勺舀半勺芝麻酱调味解解馋即可，不要贪多。特别提醒，市售芝麻酱有些还混合了花生、砂糖一起制成花生芝麻酱，糖和热量更高，更要避免。总之，芝麻酱虽好，但属于高热量调味料，糖尿病患者和想保持身材的人都要悠着点，用量控制在极少数为宜。以上介绍的4种调味品，蚝油、番茄酱、腐乳、芝麻酱，可以说各有各的罪状。蚝油咸中带甜，暗藏糖和盐；番茄酱甜中带咸，高糖高钠；腐乳咸中带辣，盐超标且油糖不低；芝麻酱香浓诱人，但脂肪热量爆表。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让人食欲大开，却在不知不觉中摄入过多不健康的成分。长期大量食用这些调味品，很容易导致肥胖、高血压、高血脂等问题一起找上门。这3高正是2型糖尿病的温床，难怪医生一再提醒，预防和控制糖尿病一定要管住这张嘴，不光是少吃甜食，连带着这些高糖、高盐、高脂的调味料也要管住。很多糖友光顾着不放糖，结果做菜时酱料放很多，还是适得其反。也许有人会问，难道糖尿病患者吃什么都不行吗？连调味都不能用了？当然不是这样的。糖尿病的饮食控制讲究的是总体均衡和选择智慧。我们不是让大家的菜变得毫无味道，而是提倡用更健康的方式去调味。比如做菜可以多利用天然的香辛料增味，如葱姜蒜、花椒、八角、胡椒粉、香草等，它们能增加食物风味，却不会带来过量糖盐。
炒菜时减少盐和酱油，可以用食材本身的鲜味，如洋葱、西红柿、香菇、虾米等提味。实在需要用酱料，也优先选择低糖低盐版本，并减量使用。比如可选用减盐酱油或淡味酱油，每次几滴调色提鲜即可，不用大扫倒。又或者用原汁原味的番茄泥代替工业番茄酱，用自制的天然辣椒酱，少油少盐代替工业辣椒酱。醋和芥末这类调料几乎不含糖，也能增加风味，可以适当利用。简而言之，调味的学问很深，完全可以既保留美味，又避免隐形的不健康成分。糖尿病患者吃得健康，也能吃得美味。只要我们多花点心思调整习惯，除了少吃上述提到的调味品，为了预防和控制糖尿病，日常饮食还有不少地方要注意。我们简单总结几条养生控糖的建议，供大家参考。控制主食分量与选择，碳水化合物是影响血糖的主角，但并非吃得越少越好，而是要选对种类，合理分配。建议主食不要过量，7、8分饱即可。同时可用一些粗粮替代部分细白米面，例如燕麦、玉米、红薯、南瓜、山药等升糖指数较低的食物。这些粗杂粮富含膳食纤维，升血糖较慢，还能增强饱腹感，对血糖控制有利。多吃蔬菜，特别是绿叶菜，各种深色绿叶蔬菜，如菠菜、生菜、芥蓝、油菜等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纤维，热量低，几乎不会让血糖飙升。餐餐确保有足量的蔬菜，可以稀释其他食物的升糖负荷。而一些特殊蔬菜，如苦瓜，含有类胰岛素样的苦瓜素，有助于降低血糖，被称为天然的降糖药。虽然苦瓜味苦，但对糖尿病人好处多多。清炒或煮汤都是不错的选择。优质蛋白适量摄入，糖尿病饮食并非只盯着糖，还要保证营养均衡，适量补充瘦肉、鱼禽蛋、大豆等优质蛋白质，有助于维持身体机能和稳定血糖。在众多蛋白质食物中，鱼类例如鳕鱼特别有益，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优质蛋白，还容易消化，是糖尿病人的良好蛋白来源。少油少盐清淡饮食，尽量采取蒸、煮、炖、凉拌等方式烹调，减少油炸、煎炒的摄入油脂，选择植物油并控制总量，每日用油量一般不超过2-3汤匙。烹饪时少放盐，不吃太咸的腌制品、零食，这些措施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血脂，间接也帮助血糖控制。规律运动与体重管理，饮食讲究之外，还要动起来。适度的有氧运动，如快走、慢跑、游泳、太极拳等，可以提高胰岛素敏感性，让血糖更平稳。同时，运动有助控制体重，减轻的体重越多，血糖通常控制得越好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每周至少应有5天进行中等强度活动，每次半小时左右。如果平时不爱运动，可以从每天饭后散步开始，逐步养成习惯。控制体重在正常范围，是预防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定期监测和早期干预，建议中老年朋友每年体检时检查空腹血糖或糖化血红蛋白。如果发现血糖偏高，处于前期，所谓糖尿病前期，务必要引起重视，及时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把血糖拉回正常，别等发展成真正的糖尿病才行动。如果已诊断糖尿病，更要定期监测血糖，在医生指导下服药控制，同时留意血压、血脂等指标，进行综合干预。说了这么多，总结起来一句话，糖尿病的预防和控制需要全面的生活方式管理，而不仅仅是不吃糖这么简单。特别是那些悄悄增加我们糖盐摄入的调味品，更是容易被忽略的陷阱。我们在日常养生中要擦亮眼睛，看清这些隐形危险，才能真正管好血糖健康。糖尿病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血糖高本身，还在于长期高血糖会损害身体多个系统，引发一系列可怕的并发症，例如心脏病、中风、肾脏衰竭、视网膜病变导致失明、神经病变导致手脚麻木甚至截肢，还有增加感染风险等等。这些并发症严重威胁着患者的寿命和生活品质，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。好消息是，糖尿病虽然难以根治，却是可以控制的。
许多研究和临床经验证实，只要及时采取行动，通过健康饮食、规律运动、保持体重、按时服药，我们完全可以把血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，和正常人无异地生活很多年。尤其在糖尿病的早期，如果严格管理生活方式，有些人的血糖甚至能恢复到正常值附近，进入缓解状态，俗称逆转糖尿病。因此千万不要放弃，也不要害怕。知识就是力量，懂得了糖尿病的成因和防治之道，我们就拥有了对抗它的武器。最后再强调一次我们今天揭秘的重点，糖尿病的增多并不单单是因为吃糖太多，更与现代饮食生活中的种种隐患有关。其中每天饭菜里的调味品就是容易被忽视的血糖隐形杀手。蚝油、番茄酱、腐乳、芝麻酱这4种常见酱料，含糖、含盐、含脂都不少。奉劝大家能少吃就少吃，千万别贪图一时美味而伤害了长久健康。养生的真相往往就是这样，细节决定成败。做好每一道饮食细节的把关，您才能在晚年守住健康的底线。中老年朋友们，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调整自己的餐桌，管住嘴边的隐形糖和隐形盐，养成清淡饮食好习惯，搭配上规律的运动和乐观的心态，我们完全可以远离小糖人、糖尿病的戏称，拥抱健康晚年。记住了，真正的养生没有妙方，生活点滴即是药方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您对糖尿病的成因有更深入的认识，也提醒大家关注那些不起眼的调味品对健康的影响。愿您我都能掌握健康知识，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养生之道，预防糖尿病，收获长寿安康。祝愿所有朋友都拥有甜蜜不糖的美好人生。